你的 YouTube 的赛道也是在命理玄学这一块吗？这样你一定也是会去看一下人家的标题啊之类的。你有发现什么样的标题是所谓的流量密码吗？就是只要这种标题一出是吗，就有很多人都会去点击看的。OK， 基本上有2种啦。第一种是运势，就甚至我自己的频道都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我最多的流量或者观看数都是来自于好像每一年的那种生肖的运势。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那种跟时事比较有关系的，好像我们当下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可能哪个国家要打哪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明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有点像大家都拿来看八卦或者看新闻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因为只是看新闻或者看八卦的话，对很多人来说好像少了一点新鲜度，所以他们就希望可以用一种好像命理的角度来说，你看他的命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会发生这种事情，或者这个国家现在走的就是这个运，所以他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开始发生走下坡大家最喜欢看的什么什么国家开始国运下滑哪个国家开始崛起。那我发现在 YouTube 在网络上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内容啦。你会发现我频道都没有做那个这种关于新闻或者八卦类的内容，因为对我来说，谈了你也不能做什么，而且对你也没有什么帮助。其实看多了，你只是增加更多的焦虑或者担忧，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我觉得就是一点帮助都没有。那我个人会觉得。所以你会发现，所以我拍的比较多的，大家喜欢看的是一些运势的，好像我每个月的运势我每年的运势。那我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啦，因为我强调的是更多你可以做什么，就这个月份或者这一年有的一个能量是这样子，那你应该要问自己的是你可以做什么。那我会用的方式就是，可能你是不同的生肖或者不同的日主，这样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从这个能量中得到好处，这样子去来帮助你完成你的一些目标或者你要培养自己的一些能力建立的一些关系这样子咯。像你讲的这个运势它算不算是预测的一种呢？是不是预测？其实是的，因为那大家要理解的是，其实我们在命理里面，我们有所谓的天地人这样子啦。那我们每个月的运势或者每一年的运势讲的其实就是天的部分，它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不断的在走动的时候，那我们的能量是会有变化的。可能有些时候某一个元素，举例水的能量比较强，那它将会影响的是每一个人在接收这个水的能量的时候的一个情况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的运势其实就是在跟大家说 ，OK， 我们这个月份的能量是这样子，所以是预测它是预测的一种。但是呢，我们呢不是只是要预测，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网上的内容，它会跟你说这个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他会说会发生这个天灾，或者会发生这个情况。所以呢，但是呢，他没有给你应该要做什么，他顶多只是跟你说要小心，不要出远门，不要搭飞机这种情况。但是对我来说这种事情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在里面对，所以我会更看重你个人怎么去利用这个能量来改变自己，或者解决你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那一个才是更重要的。你的频道也是没有去预测那种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大事，或者是整个世界的大事，没有想过要做这一类的咩？
对我来说啊，其实是因为其实一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哦，首先我们不要讲两个国家，其实一个国家的那个运势，整个的走势，我不认为是只有一个因素去主导。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预测，就是预测这个国家的走势的内容，他们其实都是在，就是说判断这个国家它现在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但是你不要忘记，其实一个国家是由很多个人组成的，还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人，我们有很多中间我们的人民工作。不同的人所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你生活的话，其实你每一天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决定需要做。所以这个领导人他需要做一个决定，他要怎样影响这个政策 ，OK？ 那人民呢也是，就是说你们有什么需求，你们想法是什么，也会影响整个国家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不认为只是单从分析一个国家的所谓的命 ，OK， 因为这些预测就是在分析他们的命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准确的，因为还有很多人的因素是可以改变这个所谓的走势的。OK， 而且有另外一个情况，当然这个大家要理解的是这种。命理的分析啊，它是一种的能量特质在那边。但是呢，这个特质呢，你人呢是有一个决定或者一个选择权，要让它去呈现在好的方面，还是呈现在不好的方面。所以你可以说，一个国家如果它是走在一个比较不好的运的时候，但是因为它下面的人有更高的一个觉知或者更好的能力，它其实可以把这个不好，所谓不好的这个运，也让它呈现出好的结果。是有点复杂了，不过。其实大家要把它联想成是你个人的八字，就是这样也是可以的。就是一个人的八字，如果你走的是不好的运，所谓不好的运，但你要问的是，你要怎样把这个不好的能量运用在好的地方 ，OK， 给你带来好的一个结果。其实最近身心灵圈有很多关于7月的一个天灾的预测。这样你怎样看这件事情呢？天灾预测，其实我们地球每一天都发生天灾啦。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也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啦。讲没有重大意义呢？就说你知道了又怎样？知道了就不要去那个地方哦。但是如果你是生活在那边的人呢？这怎么办？可以走就走哦。可以走就。就算现在你不是因为那个天灾，人还是可以死掉啊，对不对？其实你看其他地方没有发生天灾，但是还是很多人死掉啊，因为意外，因为人为天灾，什么情况都好。其实这样你的预测是拿来干嘛呢？人的专注力或者这个想法也是一种能量来的。我不会说你大部分人都在想，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啦。我不觉得是这么恐怖啦。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去思考的话，其实它只是制造更多的不安稳给我们的这个世界这样子吧。So， 就算到最后天灾没有发生，我觉得都已经发生了。因为是那个负面的冲击已经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了，所以对我来说，与其去预测这种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天灾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也没有人可以，其实认真的说是没有人可以预知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或者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个人认为啦虽然是说那一些人
会觉得自己有那个能力去看到，或者，但是我没有，我不能去证实它对或者证实它错，所以对我来说也不重要。不好意思。因为就算它是对的，我也不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发生的话，你又白担心了一场。我觉得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更好的是，多专注如何活在当下吧。如果你每个当下都活得更好的话，做更好的决定的话，就够了。就够了。就这样。如果天灾要发生，那不是我们的掌控范围内。